女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过了一个生日，父母却相继去世。好在小叔小婶昨天刚从城里回来。阿瑶，跟二婶去城里吧，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然而回到城里后，我以为迎接我的是亲戚，可没想到的是，迎接我的却是一盆土。小野种，我看这回谁还能救你？你还不知道吧？你爸妈的死都是我们一手策划的，现在轮到你了。你和他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那人说了明天过来接他，先把他绑起来。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除了被烫伤毁容的脸，身上还多了一条碗口大孔，而这里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缅国。我被小叔小婶卖给了缅国的老板，没了腰子以后，老板为了利益最大化，又把我卖给了农场做奴役，直至死亡的那天我都不清楚，原本视我为亲生女儿的小叔小婶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爸妈，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我不是死了吗？难道是强大的悔恨让我重生了？阿瑶，你快起来！你奶让你去镇上割块肉，你小叔小婶回来了。直到看见母亲那熟悉的身影，程瑶才意识到这次真的不是做梦，她是真的重生了。妈，这一世我一定不让你和爸爸有事，我们一家人要好好的活下去。阿瑶，你在说什么？你哪里不舒服吗？妈，小叔小婶是不是回来了？是啊，他们已经回来了。阿瑶，你快去买肉吧。好，那我先去买肉了。富贵，你没跟我开玩笑吧？我孙女真的成为千金大小姐了。妈，我们怎么会和您开这种玩笑呢？所以老大那屋里的野丫头其实是城里的千金大小姐。马兰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还是点了点头。没想到程瑶那野丫头居然是这样的好命，你们当初把她交给我，我本想把她扔去河里，没想到被老大那个媳妇看见了，她死活把孩子抢了去。一只不下蛋的鸡看见孩子，可把她高兴坏了。嘿，妈，妍妍是您亲孙女，等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后，肯定会接您去京城享福的。程老太太满脸笑容，那样子好像已经看到宝贝大孙女来接她了一样。好好好，我等妍妍来接我。不过妈，现在有一件事需要您来帮忙。程瑶那小野种长得越来越像赵家人了，我怕他会抢走属于妍妍的一切，所以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马兰和程老太太说出了他们的计划，程老太太连连点头。上辈子就是他们回来的第二天，爸爸被毒蛇咬伤，转天就毒发身亡了。就在同一时间，母亲也被捉奸在床，活活打死。父母相继出事之后，我被他们带到城里。当天晚上，和善的叔叔婶婶就变了脸色，用一壶烧开的水浇在了他脸上。直至现在，程瑶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程富贵和马兰已经决定把他卖到缅甸去，还要多此一举用开水让他毁容？难道他的脸对程富贵夫妇有什么威胁？他们到底在怕什么？这辈子一定不能再被他们算计。看着眼前的大山，他们一家三口想要远离这群人，顺利报仇，第一件事就是要有足够的钱。走着走着，空气中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程瑶立即朝声源处走去。穿过草堆，他就看到一窝小羊崽，里面有3只小羊。程瑶把小羊装到筐里，继续往前走。很快，程瑶又在一堆杂草里发现了一个宝贝，一颗长相很好的野人参。用红头绳将野人参拴住之后，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挖土。半小时后，便收获了一根完整的野人参，品相极好。有了这根4品夜野山参，带着爸妈跑路的路费就有了。程瑶又在一旁草堆后捡了一筐蘑菇。2个小时后，程瑶背着一筐山货来到了集贸市场。刚摆上东西，就有人来问价了。小姑娘，这牛肚菌多少钱一斤？姐姐眼光可真好，6块钱一斤。姐姐长得这么好看，算你5块钱一斤好了。少妇被程瑶的一声姐姐叫得心花怒放，又听到程瑶夸自己好看。好，那给我来2斤吧。程瑶抓起一袋子牛肚菌放进袋子里，2斤2两，算你2斤好了。谢谢你啊，小姑娘。不客气。很快又来了第2位客人。小姑娘，这小羊崽怎么卖？姐姐您眼光可真好，小羊崽都是野生的，21块钱一只。怎么这么贵？姐姐，您要是诚心买的话，算您20块钱一只。现在猪肉都要5块钱一斤，您花20块钱买一只小羊崽多划算呀！这小羊崽2-3个月就能长到50斤以上，而且养羊给它吃草就行，根本就没有成本。20块钱可买不到50斤猪肉，而且等羊长大了还能喝羊奶，生小羊。中年妇女成功的被程瑶说动心了。那3只我都要了，3只50块钱怎么样？不行哦，姐姐，60块钱，1分都不能少。见程瑶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中年妇女叹了口气：“你这个小姑娘还真是会做生意。算了算了，60就60。”谁让她看上这3只小羊崽了呢？程瑶卖完了矿里所有的东西后，就去了药材铺。老板，麻烦您帮我看看这颗参值多少钱？老板原本以为程瑶一个孩子拿不出什么好东西，程瑶刚把野人参拿出来，就让他眼前一亮。这颗品相极佳的野人参最起码50年了，更重要的是鹿、顶、体、须都保护得非常好，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宝贝。虽然心里很震惊，但老板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你这个就是普通的小人参，最多能给你5块钱。5块钱？老板，你唬小孩呢？你可不就是个小黄毛丫头，我不唬你唬谁？我这是正8斤的4品夜野山参，
这颗野山参你最低给我1500块。这个小丫头居然还知道四品叶呢！小丫头看起来不过17、18岁的模样，她懂什么？可能就是虚张声势而已。这样吧，小姑娘，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给你500块吧。不好意思，最低1500。如果你不愿意要的话，我就去对面药材铺看看去。雨落，程瑶转身就往对面走去。这种品相好的四品叶叶山参，最起码能卖2000块钱左右。他本想着程瑶一个没见过世面的黄毛丫头肯定不懂这些，可以低价收购捡个漏，没想到程瑶竟是个行家。行吧，1500就1500，1500块收了，2000块转手出去依旧很划算。卖完人参后，他刚走到街上，就被迎面走来的人撞了一下。程瑶立即意识到不对劲，一摸口袋，果然他放在最外面口袋里的钱全都不见了。小偷，抓小偷！眼看着小偷的越跑越远，程瑶急中生智，他脱掉脚上的鞋子，就朝小偷的方向扔了过去。程瑶一脚踩上小偷的背。姑奶奶的钱你也敢偷？不想活了吗？钱拿出来！小偷颤抖着手将钱拿出来递给程瑶。就在此时，人群中有人突然朝程瑶的方向拉起弹弓，程瑶只觉得眼前一黑，接着额头上就传来一阵疼痛。小偷趁着程瑶愣神的空档，起身就跑。小同志，你没事吧？先用这个止血。此时全九妍才看清，小姑娘约莫17、18岁左右，年纪虽小，却难掩倾城绝色。饶是全九妍这么见多识广的人，看到她后都愣了下。程瑶意识到这个男人不简单，快速的收回视线，他才重生回来，必须要收敛锋芒。眨眼间，他就变成了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村姑。谢谢。小同志，你头受伤了，如果不处理的话，伤口很容易感染。医院距离这边有点远，我有车可以送你过去。对了，我叫全九妍，这是我的证件。原本这点小伤根本就不用去医院包扎，但他刚好要去医院买血清，而90年代在医院买处方药必须要有证明，但全九妍有军官证，有军官证就不需要证明性。卧槽，跟在九哥身边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九哥主动邀请一个姑娘上车同行。医生，请问可以给我开点蝮蛇血清吗？蝮蛇血清，小姑娘，你要血清做什么？我爸干农活的时候被蝮蛇咬了，村医说只有注射蝮蛇血清才能治好他。前世咬死父亲的蛇是短尾蝮蛇，这条蛇是程小强和马兰特地从外地带回来的，想要解毒就必须注射蝮蛇血清。虽然程瑶是重生回来的，但他知道父亲性格倔强，加上程老太太伪装得很好，不让他经历一下，他可能永远都无法相信自己的话。这个女人抱起主人家的孩子，然后又将自己的孩子放入摇篮里。女儿，以后你富贵了可别忘了你亲娘啊。妈，这个孩子你处理了，不能留，这关系到你亲孙女的富贵。好，你放心吧。婆婆把孩子带到河边，就在她想要把孩子扔到河里时，突然身边出现了一个身影。妈，哪里来的孩子呀？刚从河边捡的，没人要了。妈，既然没人要，那我和辉哥养吧，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嘿，不下蛋的鸡。18年后，女孩越长越像赵家人，程富贵和马兰心生畏惧，怕哪天女孩会被赵家人发现，俩人商量后决定让女孩消失。没想到女孩已经是重生回来的，早已知道他们的计划。爸妈，大概就是这样啊。阿瑶，菩萨真的这样说？程瑶无法解释重生，只能用菩萨托梦的方式来告诉爸妈，小叔小婶想要害他们的计划。阿瑶，梦一般都是假的，你奶奶和小叔肯定不会这么对我们一家。再说放毒蛇咬我，这怎么可能？就是怎么会找人对我做什么不好的事，事后还要冤枉我偷人，这种事别人都不会信的。程瑶知道，如果不让父母亲身体验一次至亲的伤害，他们是怎么也不会相信他说的话的。还好，他做了万全的准备。今天的这一番话也只是给爸妈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爸妈，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但是你们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一旦被蛇咬了，要立刻回家。我准备了血清。程光辉和李淑芬两人虽然不完全相信程瑶的话，但到底在心里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尤其是听到程老太太让他明天一早去地里把地铲了，这和程瑶刚才和他说的计划如出一辙。他就算再傻也会怀疑了。这一夜有人无眠，有人好眠。程光辉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母亲和弟弟会这么对自己一家。从他工作以来，工资都是如数上交给母亲的。妻子李淑芬也是在家里任劳任怨的干活。为什么？到底为什么？爸，记住我说的话，被蛇咬了第一时间回来。李淑芬这一上午简直是坐立难安，时刻都在看大门的方向。淑芬，快烧壶开水，我被蛇咬了。爸妈，你们现在相信我了吗？程瑶一边和爸妈说话，一边给程光辉注射血清，手法娴熟到让夫妻二人怀疑这还是自己的闺女吗？程光辉和李淑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五味杂陈。程光辉狠狠地眯了眯眼，如是做了很重要的决定。阿瑶，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好的，阿瑶，我们都听你的。说罢，程瑶走出了院子，像没事人一样往山里走去。他还要去赚钱，还要带父母跑路，路上还特意偶遇了马兰。阿瑶，你爸咋样了？我爸睡觉呢，我说要带他去医院，他死活都不去，非说村里的蛇没毒。咱们村的蛇肯定没毒，你看村里那么多人被蛇咬过都没事儿，不用去医院。程光辉能活过今天晚上都算你命大，见命一条还想去医院做梦吧？
我爸也是这么说的。小沈，我妈让我去镇上帮她买点东西，我先走了。马兰看着程瑶的背影，眼里闪过一抹阴毒。一家子蠢货，就活该给我们一家当垫脚石。傍晚，马兰假意来看陈光辉，看到在炕上躺着、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的陈光辉，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阿瑶，行李收拾的怎么样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去城里了。今天晚上好好和你爸妈说说话，以后没机会了。程瑶这个该死的小贱人，18年前就该死了，偏偏让他活到现在。等着吧，马上他就生不如死了。马兰势在必得的眼神里充满着不屑，他认为只要过了今晚，他女儿的荣华富贵就能尘埃落定了。没成想，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程瑶猛地在后面抱住马兰，用手帕紧紧捂着他的鼻子和嘴。不到3秒，马兰就没了意识，只觉得身体燥热难耐。阿瑶，你这药真的有用吗？放心吧，妈，这药就算是头牛，他都不会醒的。此时原本毫无生机的陈光辉也站了起来，他们把马兰放在炕上，用被子蒙住脸，关上灯，3人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富贵，时间到了，你媳妇咋不见了？没事儿吗？她可能是带那个野丫头去村东头了，怕一会儿刘瘸子声音太大，野丫头在家不好弄。程瑶和陈光辉、李淑芬3人躲在院里的鸡窝，看着程富贵和程老太太出门。过了180秒后，就看程富贵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一会儿你进屋了别开灯，我等你完事儿了再去喊人。好嘞，富贵哥，谢谢你有这好事还想着我。咱兄弟俩还说啥了？一会儿我数到1200以后叫人来，到时候你听声后跳窗户跑。我这是第一次啊，我想多来几次啊。你小子，行，那就1250秒。夫妻2人听着程富贵和刘瘸子的虎狼之词，鸡皮疙瘩都掉了250次了。如果不是女儿提前告诉他们，那今晚一家3口就要被团灭了。马兰、程富贵，上一世对我们做的一切，今天都还给你们。爸妈，你们俩在这等着，我出去一趟，一会儿等刘瘸子出来，你们就抓住他。房间里传出阵阵不堪入耳的声音。这段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爱听，特意为你们掐了不播，画面太美你们不敢看。评论区飘一波谢谢我。在程富贵数到250秒的时候，屋里就已经没有了动静。这他妈啥也不是，还不如我呢，白瞎了这好机会了。在第3258秒的时候，程老太太带着村长和村里吃瓜一线队员闪现抵达阵场。李淑芬，你可真不要脸啊！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我打死你这个贱人！此时此刻躺在炕上的马兰脑袋上还蒙着被子，程富贵和程老太太怎么也不会想到这被子里的人正是计划这一切的人。程老太太上去就是狂上一顿水，连招一招接一招，最后一个大收尾。此时被窝里的马兰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妹子别打了，一会出人命了。看李淑芬平常唯唯诺诺的样子，没成想是这样的人。这得饿成啥样啊？连刘瘸子都能用上。村长，你要为我大哥做主啊！他今天上午刚被蛇咬了，生死未卜。李淑芬这个贱人晚上就将刘瘸子带回来了，我可怜的大哥啊！这样的贱人在古代就该进猪笼，把他扔去后山的河里。就在程富贵和程老太太觉得这局稳了的时候，程瑶一家3口押着刘瘸子从门外走进来。那你要把谁扔去后山的河里？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李淑芬和陈光辉，这怎么回事？不是说李淑芬偷人吗？李淑芬在这那被子里的事。男人在挖地时发现了奇怪的一幕，一条毒蛇像是装了 GPS 般发疯地窜向自己，尽管他及时躲避，依然被咬伤了，可他却丝毫不慌，只因女儿早已提前为他准备了血清。那还有我的亲弟弟，你们好啊！你们居然真的这样对我，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手段，居然这么对待亲儿子。阿瑶，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你二叔真的领着一个陌生男人进你娘屋子了。这个畜生，他们要害咱们家的心也不是一时半会了。随着夜幕的降临，很快屋里传出了阵阵不堪入耳的声音。就在这时，母亲居然带着村长也赶向屋前。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偷人居然偷到家里来了！这个贱人放蛇咬我大哥的，我大哥现在还不知死活呢，他就把人带到家里来了。淑芬，你怎么从外面进来的？那炕上的人是谁？大家很意外我为什么是从外面进来了吗？因为偷人的并不是我，是马兰。马兰给我们做饭，然后偷偷在饭里下药，我们没吃，他自己没分清吃了带药的饭。而且光辉被蛇咬也跟我没关系，其实那条蛇是程富贵2口子从城里带回来的，幸好光辉福大命大，菩萨保佑，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不然……他当然不能说是程瑶给马兰下的药，而马兰也确实给他们一家3口下了药，只不过程瑶提前给他们吃了解药。我亲眼看见程光辉被蛇咬了的，那条蛇是慢性毒，他也没去医院，怎么就好了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村长你一定要为我们一家讨回公道啊！刘瘸子也还没等村长审，自己就招了，把程富贵卖了个干干净净。然而在听到刘瘸子后面的话时，陈光辉却火冒三丈。是富贵告诉我别开灯，黑灯瞎花，还蒙着鼻子，他还很主动，我哪知道谁是谁？程富贵一听炕上躺着的是自己老婆，还很主动，再看到那凌乱的衣服，一想到自己老婆被一个光棍白嫖了，瞬间火冒三丈，对着刘瘸子就是一顿还我飘飘拳。
眼前的场景把程老太太都整懵逼了。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一切和他们安排的不一样了？一定是你，李淑芬，你这个贱人，肯定是你偷人，怕被发现才陷害我二儿媳妇的。你儿媳妇都被捉奸在床了，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炕上的马兰早已被程老太太送去领了盒饭。此时一道惊雷直直劈下来，程老太太当场就非常6+7了。程富贵看见母亲被雷劈了，吓得当场就疯了。这一家3口算是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哎，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光辉我做主给你们分家，以后你们一家单过吧。村长，我想带淑芬去京城看看她爸妈，这么多年淑芬都没回过家。那年程家村发了洪水后，我们就搬到现在的村子，他家人想找到他都难。可是光辉，京城那么远，村长如果还留在这里的话，肯定还会和他们扯上关系的。我们一家不想和他们再有任何来往。好吧，光辉，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去给你开介绍信。阿瑶，我们真的要去找你外公外婆吗？妈，你那么多年没见过外公外婆了，应该去看看。而且这村里我们不能待了，我们必须和程富贵还有程老太太彻底断绝关系，不然他们一个疯了，一个半死，以后谁能管他们？如果我们留下，那肯定是我们。可是阿瑶，去京城的车票很贵，我们没有钱。李淑芬何尝不想去看父母？她10岁的时候用自己换了10斤小米，才让弟弟妹妹活下来。而她被带到了北方，长大后嫁给了程光辉。后来村里发了洪水，她就彻底和父母失去了联系。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她做梦都想再见到父母、弟弟妹妹。可是他们没有钱，去京城路太远。爸妈，我有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程瑶把他卖山货的事情告诉了爸妈，还有他刚才说出去一趟其实是去程老太太屋里偷家了，把程老太太攒的5000多块钱都拿了出来。阿瑶，你拿了你奶的钱，这不太好吧？爸，他有什么钱？他的钱不都是你挣的吗？这么多年你的工资都给他，二叔给他钱他从来都不要，每次都说在城里用钱的地方多。他这么对我们拿回自己的钱天经地义。程光辉一想到他们做的这些事，如果今天没有程瑶，那一家早就团灭了。一咬牙，阿瑶，你说的对，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钱，拿了就拿了。爸妈，我明天去镇上买车票，你们也收拾一下。两人纷纷点头，在不知不觉中，女儿好像已经是他们的主心骨了。程瑶背着筐往镇上走去，路上又捡了些蘑菇，走着走着居然发现了一窝野山鳖，这东西在市面上也不常见，一只能卖好几百块呢。程瑶把野山鳖装到筐里，继续往前走着。不久，他居然又发现一颗人参，这颗人参居然是5品叶，比上次的还要值钱一点。程瑶刚到集市摆好东西，就见一对老者走过来。小同志，你这山鳖怎么卖呀？程瑶看着两位老人，穿着得体，一看就是城里来镇上看病人的，想买点好东西，又没什么可买的，才注意到他。爷爷您好，这只野山鳖400，是我刚在山里捡到的。老太太一听400，瞬间就觉得这也太贵了，毕竟这年代1斤猪肉也就5块钱，400块是平常人1个月的工资了。这也太贵了，小姑娘。老奶奶，我这个是野生的，值这个价的，我没有乱要价。如果你们诚心要，小的我就送给你们好了。虽然老太太不懂，但是老头是懂的。年轻的时候在部队见过，这东西营养价值极高，都是送贵客才拿出来的，而且也不常见。400确实是不贵。小姑娘，我们要了。说着，老头拿出400块钱递给程瑶。程瑶接过钱，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就听。老太太问老头确定没被骗吗？程瑶笑着摇了摇头。没一会，程瑶的东西都卖完了，他带着野山参去上次的药铺。老板一看他来了，瞬间喜笑颜开。上次那只参他可是卖了2500块呢，没想到程瑶这次拿出来的更让他眼前一亮，这居然是5品叶。这小姑娘是什么狗屎运气啊！程瑶一口价4000不还价，老板也是乖乖拿出4000块给程瑶。拿着今天卖的4500块钱，再加上从程老太太那里搜到的5000块，这就有9000多块钱了。在1998年，9000块可是一笔巨款了。程瑶又来到火车站，买了3张去京城的火车票，231张，3张就是690。程瑶又买了点吃的就回去了，明天就带着爸妈离开。重生回来终究是不一样了。